过29年，我加入了军统的日晷行动，成为了军统的线人。我负责把录音计划资料偷偷拿出来交给他。日晷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刘明远确实是个谨慎的人。一开始，他只是发展我做军统的线人，直到我提供了录音资料，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跟他提起，在东京，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从那时开始，他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国30年，录音计划进展到了关键阶段，军统命楼明远将日晷行动收尾。比起共产党一心想要捣毁录音计划，军统只在乎那一批资料。军统当时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带着日晷还有抄好的录音计划资料本回到重庆。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是4月11号，陈科书记来到了上海，楼明远同志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书记，经他批示，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那上级对我有什么指示吗？上海最近风声鹤唳，我们的人处境非常艰难。组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决定让你立即撤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借由军统的渠道。让我跟军统的人走。我会告诉军统那边，你已经拿到了录音计划的全部资料。这2年重庆站的人为了拿到这份资料，花费了国民党不少经费。只有拿到这份资料，他们才能向代理交差。东西在你手上，军统的人拼了命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后方。国民党就没有想过，即便拿到了这份资料，如果大乔继续做实验，怎么办？根据军统那边的情报，录音计划也烧掉了日本人大量的经费。现在实验没有成功，资料却已经泄露，军部应该很快会暂停这份计划。如果大乔还是不死心呢？我会继续留守上海，随时向组织汇报情况。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彻底毁掉这个实验所。这是组织和你的联络暗号、解码方式。看完背过后烧掉，记着，等你到了重庆，等待组织召唤。所以说，黎少棠看到了报上的寻人启事之后，就是拿着这个联络方式，去找到了组织。您好，先生，抓什么药？当归1两9钱，茯苓4两1钱，忍冬3两3钱。责怪我，一心想在离开前拿到最后一批资料，可那一次，我失败了。三井博士。大林長官は前隊長が最近多くの反日野郎を逮捕していたと言っています。彼は俺にもしウイルス時間の人体を行えるならよりうまくいかないかってきた。はい。それだ。おい、お前何してる？すいません、最近忙しすぎて疲れて眠ってしまった。早く片付けて
終わったら帰れ。我想，反正是逃不掉，干脆就用我这条命替组织彻底捣毁那个研究所。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乔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大乔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810了。大乔，您安藤给我注射图真剂，我没能熬得过去。所以曾纪武才会突然去奥斯舞厅，把娄明远带走了。娄明远，曾纪武，他终于还是来了。我的错，我愧对于他。他在被带走之前，还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我一旦出事儿，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2天后晚上9点半，向园弄51号见。其实从那个时候，李少棠就。你要牢牢记住，这个人里吐出的每一个字，你要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比中村幸之更加真实可信的日晷。这本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你可以趁机打入军和共党，成为周旋其中3方的间谍。为了更多了解日晷的信息，
我一直留着中村这个帝国的败类。没想到他在810里竟然装疯作哑，竟然搭上了共党，跟欧小安一起逃了出去。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再相信欧小安。你是在责备我吗？学生不敢，只是这个人确实麻烦，几次和他交手都险些暴露。如果你能够按照原计划，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把欧小安藤条的资料交给我的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一直等到火车离开上海之后，再下令逮捕欧小安，就是为了确保资料已经到了你手上。可是，在火车上接应我的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把资料交给军统，这样同事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啊。军统的人确实很信任你，竟然让我在绞刑架前，在最后一刻，以说服沈冲听从你的意见，让我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把戏，来金蝉脱壳。军统对你的信任简直超乎了我的意料。老师，您难道是在怀疑我的忠诚？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可是，对帝国，你是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呢？您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您不该质疑老师。好，我收回。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你说，就连中村这样的从小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能够被共产党思想石化，背叛帝国，何况是你？在如今的情势下，眼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计划继续进行。军统比我们更想对付共党，只有抓住这个心态，帝国才有再赢回来的可能。在810里，我遇到了陈克同志，把黎少棠假扮我身份的事情汇报给了他。他担心黎少棠趁机打入组织内部，就安排了你和我一起越狱的计划。我们的任务是揭发黎少棠，抓住大乔，粉碎洛英计划。我想，是，你现在已经是组织的一员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你说，你还记得4年前你在上海撤离，转移了一个叫日晷的军统人员吗？那个人叫黎少棠，他是日本人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人员。你听好了，这个黎少棠是大乔和也的手下，是特务。什么？大乔的人？真正的日晷现在就在这里，就是明天你要开他一起越狱的哑巴。他叫中村信治，是龙岩同志发展火塘的同志。日本人？是的。你们俩越狱以后的任务就是揭发黎少棠，抓住大乔和也，粉碎洛英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就叫子夜。记住，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你不得向任何人暴露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包括自己组织里的同志。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包家信，里面有个收件人叫老何的吗？我记得，他的地址是上海霞飞路上的一家秋水布行。是的，这个秋水布行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
等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老何。这封信是我的，他看了信以后就会向组织证实你的身份。明白了。接头暗号是吴小安，这个暗号也是我给你的一个寄语。七月无衣，与子同袍。逃出810后，我一直贴身带着这些资料，进了战俘营，把它藏到一处墙缝里，才躲过了士兵的搜查。这些资料太重要了，有了这些资料，大乔和也就跑不了了。你告诉我，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有了那批生化资料，军统只会更信任我。我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只要明白，忍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把我毕生的心血研究交给了国民党。和你，是，老师。国共和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中国的未来，山东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生化资料对于短视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在意的是你那批毒气弹。所以，老师，您务必要在回到帝国之后，再把坐标给到他们。国民党一定会帮您扛住一切，只有这样，您才能安全回到帝国。这些年，如果不是被共产党耗尽了这么多时间，我一定为帝国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谢谢景琰，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永远要记住你的身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德。陈书记和李满秋还在李少棠手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现在有照片，有证据，有我可以作为指认大乔和也和李少棠的人证。你在这儿把自己藏好。陈书记说了，指认大乔和也还有李少棠，那是我的任务。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给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以前抽，老烟枪了。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老烟枪了。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为了赢他，我一根都不抽了。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了。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就是喜欢。
包括你在雷震之隙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告诉叶先生，我要加入共产党。昨天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时纠结，现在你跟我宣誓。9548送出去了吗？送走了。秦墨卿，我跟你打听个人。什么人？你知道老何吗？上海霞飞路秋水布行的老何。如果你认识的话，帮我转告一下。叶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亲手转交给他。你全都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他人应该还在战俘营，但是被藏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他利用手上的生化资料跟军统做了交易，3天后就是战俘遣返的日子，他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回到日本。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公审大乔和也。像他这样的战犯，绝不能让他轻易的回到日本，更何况。如果他真的利用军统和李少棠研究生化武器，还将这些生化武器留给国民党，那我们的居民都处在威胁之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说。欧孝安告诉我说，他恢复了记忆，他要见老何。见我？他怎么会知道我？我从来没跟他透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他说他想起来叶先生有一封信一定要交给你，而且当年上海的联络地址也都是对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阻止他们遣返大乔。见欧孝安的事情，让我再想想。毕竟黎少棠的前车之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第2次。那我先找个理由，尽量推迟见面的时间吧。但是我敢保证，欧孝安跟黎少棠绝不一样。328部队劳务班长吉冈邦彦，381部队特设监狱2等兵原田宏树，第894团步兵7连队曹长明木三郎。432部队上尉三木次郎，第15师团步兵37连队股长铃木一郎。哟，李副站长。秦科长，你哎，大家好，这位就是今天负责遣返的李副站长。李副站长，你怎么在记着呢？哎呦，不是，赶紧。李副站长，听我说，美国人，这些美国记者一听说今天遣返，就非要来，还拿美国大使馆压我，我没办法。不是啊，我是这么想的，
我一听说他们要来，我想，哎，这不正好吗？正好是我国民政府优待战俘的一个绝佳的宣传材料。赶紧拍，赶紧走。哎，好嘞，放心啊。各位记者朋友们啊，这些就是今天即将要被遣返的日本战俘。今后我国的日本战俘都会陆续被遣返。我国民政府一直秉持着优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不仅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我相信，我国民政府对待战俘的方式一定能在国际上起到表率的作用，是吧？哈，大家抓紧时间，快来！328部队财务班长长谷川龙，432部队大尉星野弘，381部队特赦监狱1等兵浅田嘉信。行不行？哎，带他们走。这美国人我真管不了，我这带他们走。这不是大乔和也吗？那是大乔和也。国民政府不是大乔和也判你死刑了，他为什么还干啊？还是可以吧？把路带走！别动手！能不能给我个解释呀？大乔和也为什么在这？废物！妈的！废物！都他妈是废物！啊！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你们是他妈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现在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大乔和也没死，都在指责我们，连共产党都可以上报纸大肆说我们国府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不光是跟日本人交易谈判，而且还包庇制造了大乔和也的假死。美国人还让我们国府给他们一个解释，解释个屁呀！他们就想分一杯羹。这回好了，国内外的声势都是让我们重新审理大乔和也，公审大乔和也，公审的。美国人说要派个法官过来做主审，以示公正，丢不丢人呢？丢不丢人？哎呀，沈主任，消消气。是，您喝口水，沈主任，喝口水。但沈主任，有件事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大乔和也的事一直是您还有黎副站长这个负责的。至于他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或者说是重新公开审判，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是啊，魏站长，我们也是权衡之后，为了国府的利益才留住大乔。如果现在重审，他很有可能揭露我们的全部计划。黎副站长，你就别说了，什么计划不计划？你看看，把沈主任气的，啊，要有眼色了。公审是要公审的，不公审难平众怒。要公审的话，就把大乔在法庭上口无遮拦，依旧是火上浇油。局座的意思是，计划搁浅，先处理好大乔和也的事儿，再做生意。小安，好，你带行动处的人去重庆的各家报社还有电台，告诉他们，有关日本战俘的事情，谁也不能报道，谁报道就封谁。明白？我这就去。局座让我转告你，让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3天之内拿出一套方案来，能够让这个计划继续进行。可您刚刚不是说搁浅？这只是权宜之计。局座认为，留着大乔和也对我们日后对付共产党大有用处，明白吗？我明白，去吧。
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到场记者的名单和身份调查。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逐一调查过了，大部分人背景都是干净的。据那个美国记者乔治说，第一个发现大乔的是在他身边一个自称是中央社的记者，但是我到中央社一查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中央社的。他叫钱程，是《丰都日报》的记者。事发之后，这个人便查无所踪了。你细查了吗？这家报社的规模很小，档案也不全。就目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申报做过记者，所以不可能在上海拍过大乔会议。没错，先生。前后不到1分钟，还隔着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认出大乔的？李副站长，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我请。您真是老何？叶先生的信呢？信没在我身上，但是内容我知道。启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蜉蝣之语，衣上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您是？欧孝安同志，我就是老何。这首诗是我刚刚入党的时候跟陈书记，也就是叶先生单线联系的时候使用的暗语。只有我们2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久没用了。终于找到你了，终于啊！叶先生跟我说，找到老何，说出这段暗语，你们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老何同志，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欧孝安，代号子夜，向组织报道。欧孝安同志，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为党做出的一切。你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但是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你在810逃出来的时候，陈书记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揭露李少棠的日本间谍身份，还有阻止录音计划。我们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李少棠的身份，他没能成功打入我们。但是李少棠到现在为止，还在跟大乔和也酝酿阴谋，录音计划也没有停止。这一点，组织上也得到了情报，正在想办法阻止他们。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们联系了东北抗联的同志，核实了李少棠的日本身份。浅野轻言，终于把你给抓出来了，我的兄弟。浅野轻言，对，这才是李少棠的真实名字。他是日本人，是大乔和也的得意门生。大乔和也培养他这么久，就是为了把他潜伏在军统站，让他继续做生化研究。你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弄来的？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这是李少棠吗？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怎么办？汇报给站里吗？现在不是时候。这些资料是从我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东北线人手里拿过来的。那依你看，这个浅野轻言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肯定是日本人啊！您看，全家福、儿时照片全是日本人。可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啊。李少棠
可是帮着大乔和也做事的。你这些所谓的情报，李少鹏早就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东北抗联那边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哦，对了，你说那个东北线人，不会是抗联的人吧？李少棠这完全是为了他的假身份在狡辩。吴小安，你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是什么？就往轻了说啊，这叫通共；再深一些，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共产党员。怀疑我是共产党？陈主任，温站长，我现在是在向军统揭发我们站里的日本间谍，怀疑我是共产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站里现在跟日本人有合作了？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至于黎少棠的身份，还有大乔和也是死是活，这已经不重要了。二位领导，黎少棠是日本间谍，你们真相信他会死心塌地的帮军统做事吗？只要他能让大乔和也的生化武器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凭什么不信他？他研制生化武器的初衷是对付中国人啊！欧向安，你现在可以回答我，这些资料，你是不是从共产党手里拿的？是从我的线人手里拿的。好，让我信你可以，但是局座和国府需要看到你的忠诚。现在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军饷急坏，共产党呢又趁机煽风点火，整个国内外的声音都是要重审大乔和也。现在美国方面又派出法官来主审大乔和也，以示公正。局座的命令是，你在法庭陈述时，那个遣返人员户田龙一不是大乔和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沈主任，我问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公审的法庭上替大乔做伪证是吗？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吗？不要闹情绪，要以大局为重。我不妨告诉你啊，黎少棠正在老板的授意下部署一个重大计划，所以关于他身份的一切问题，老板不允许你再多过问，哪怕他是日本间谍。要是我不答应了，这是局座的命令，更是党国的命令。要是不答应，现在就以你通共的罪名枪毙你。小安，党国面前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就算我们跟日本人合作，能够剿灭共产党的话，任何任务都是可以接受的。是我冲动了。沈主任，温站长，我明白，一切以党国为重。这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吗？对。那个记者安排好了吗？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估计现在已经在下一个联络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把另外一个人送出去。你是说中村吗？军统已经跟大乔合作了，重庆太危险了。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聚焦在这次庭审上，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了。军统已经让我出庭作伪证了，他们跟美国人私底下早就勾结好了。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小安？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已经想清楚了。你这就是在送死，你知道吗？我们还有筹码，我身上有抗体，沈从和李少棠，他们只要研究不出来抗体，就没有办法执行计划，所以他们根本就舍不得杀了我，而且很可能把我和陈科关到一起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把陈科他们全部救出来。你怎么能够确定李少棠一定会把你跟陈科关到一起？即便是关到一起，这里面变数太大了，风险太大了，你懂吗？我不同意。我是确定不了，但是这是唯一能接近陈科的机会，我们没有选择了。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你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再给你了，你懂吗？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时间给陈科了，我拖不下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陈科随时可能被处决，我们不能再等了。哪怕只是1/1000的可能，哪怕我豁出命去，陈科必须救出来，不然就完了。小安，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冲动，越要冷静。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我相信你，我永远都相信你。我去通知中村。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暗号记住了吧？我再重复一遍啊，到至诚巷3号香油铺子，你去找到那个人，只要暗号对上之后，你可以相信他，他会送你离开重庆。离开重庆？对，现在？对，我不能离开，尤其现在。欧长，你上庭的时候可以带我一起去，我可以亲自指证大乔和也。欧长，我们一定可以将他的罪状公之于众。中村，欧长，中村，现在情况变了，不是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整个公审就是一场阴谋，谁去指证也没有用了。我不能让你再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你明白吗？欧长，我不在乎这些，欧长。庭审当天，哪怕只有一位有良知的记者将此事报道出去，都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欧长，中村，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再无谓的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被抓回去，你懂吗？你相信我，
重庆现在对你太危险了，而且你指证不了任何人，没机会了。这个，你的新身份还有钱，拿着它，离开重庆，越快越好。相信我，快走。放心吧，你的身份欧教安不会再乱说了，否则不管他是不是，都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大乔河野那边什么情况？大乔态度很坚决，如果把他送上公审法庭的话，他会把和军统的所有交易公之于众，而且我们现在只有生化资料，在他没有安全回到日本之前，他是不会告诉我们那些生化武器的位置的。公审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至于那些生化资料，那美国人也想分一杯羹。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梅勒斯会陪专家来取。局座竟然答应了。美国人凭什么要在公审法庭上帮我们呢？以美国人的水平，如果拿到那些生化资料的话，他们在 KW30的研究上一定会很快成。小唐，我和局座对你很有信心，毕竟我们手上还有陈哥他们那些810的后体材料。是。喝茶要有耐心，就像我们女人，要想上位，就得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你不着急吗？黎少堂、大乔河野，整个军统的人，全都是你的敌人。朋友或是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儿。杀死冯玉年的人就是黎少堂。哦，我还以为是你呢。黎少堂从化妆间出来，冯玉年就已经死了。所以呢？所以，黎少堂应该就是大乔安插在军统的那颗棋子，蓝山。明天就要审判大乔了，你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我不希望你有任何暴露的风险。那如果大乔被军统保住了呢？说实话，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千惠和子，你不想救大乔，因为你不想活在他的阴影下，对吗？
我认同。但是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即使我再需要这样的机会，我也不能做出背信天皇的行为。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如果大乔失败了，还被判了死刑，那就到了该我登台的时候了。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想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救陈书记。老何同志，这次任务我仔细的研究过了。我在820待过，我被军统抓过，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他们的方式，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有经验去执行这次任务。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听从组织安排吧。你们两个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做情报工作的，最忌讳的就是冲动和感情用事。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人情感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哟，李副站长，有事啊？文副站长，今天啊，就要对大乔进行庭审了。这有些事儿，我也不敢擅自做主，还得看看您的意见。有话你直说。稽查室已经查实，你们行动处中有中共卧底。如果有证据，就让稽查室拿人啊！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中共卧底，很有可能就是欧孝安，或者秦墨卿，甚至两个都是。啊！李少棠，开始收拾我了啊！这俩人可都是我的徒。据我所知，共党已经掌握了一份能够证实大乔和也的真实身份以及810进行生化实验的物证，这份资料就在欧孝安的身上。共党要求他在庭审当天公开揭露大乔，破坏我们的计划。欧孝安怎么说也是您的高徒，我可不敢擅自行动，还得看看您怎么想，怎么把资料拿回来。不管是谁，只要敢背叛党国、背叛军统，我都绝不姑息。包括你，李少棠。对，大乔和也已经被搜索了，怎么又出现了战俘要猎？是不是国民政府刻意隐瞒啊？国民政府怎么可以包庇？
起立。据日本战犯大桥海野的工程现在开进入座。代被告人上庭。现在，本庭宣布对战犯大桥海野的审判正式开始。本庭可以保证将以最审慎的态度对被告所犯罪行和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讯，以确保公平公正。现在，请公诉人供述。廷長、抗議します。庭上，我抗议。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申诉。俺は東田良一だ。日本発見軍の河南方面の軍曹である。大島じゃない。我的名字叫做户田龙一，是服役于日本派遣军华南方面军的一名军曹，不是什么大乔和也。不可能吧？安静。庭上，我这里有一份户田龙一先生的详细档案材料，可以证实户田龙一所说属实。同意被告辩护人出示材料。这份材料来自于缴获的日军档案，以及对战俘登记时进行相互印证所得。根据日军档案材料显示，户田龙一出生于日本的江户地区，于日本的昭和12年，也就是民国26年，应征入伍，最后所服役的部队是第39师团步兵233联队，并在越西鄂北会战中被俘。根据资料显示，他并不是我们所要审理的大桥和也，而据我所知，大桥和也已经在1个月以前被国民政府判处了死刑，并执行了。庭上，我的陈述完毕。公诉人对于这份材料有什么意见？庭上，对这份资料我没有意见。安静。庭上，我申请传唤证人。此人曾是军统在上海石膏塔路25号的潜伏人员，名叫欧孝安。他在大桥和也手下工作多年，对被告的身份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词。同意传唤证人上。
带着这些出庭了。对，这些文章足以证明大乔和也已经被处刑了。那些810的照片呢？什么810的照片？人人请证明你的身份。本人欧孝安，现任中华民国军事调查统计局重庆站行动处科长。你曾经受军统委派，在大乔和也手下工作2年，是还是不是？是。那么，请问证人，被告席上的这个人是不是日本情报官大乔和也？庭上，此人并非大乔和也，他是冒充的。安静。证人有没有别的话要说的？没有了。该走。庭上，我还有1名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同意。是。小安，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难道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为我通共？老师，你不能再听沈从武和李少棠的话了。不是我听不听他们的，是你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不是，任老师。都进来吧。上。好好的，给我守着他，在审判结束之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任老师，为什么要问到？侯科长，不要为难我。行，好。庭上，这位就是大乔和也被处决时负责现场验明正身的法医，他可以证明真正的大乔和也早已经被民国政府处决了。法官大人，昨天我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大乔和也被处决后的验尸报告以及相关照片，请准许当庭展示。对于这些证据。混！快叫文站长来。周科长，你可消停会儿吧！不是那么回事，快叫文站长，我有重要消息汇报。找我吗，沈主任？哟，秦科长，你这是又坦白了？算是吧。你们2个的情况，组织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组织的决定是，野草同志如果继续在重庆站潜伏下去，暴露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主动暴露，救出陈书记。而子夜同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争取更多人的信任，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给组织提供情报。组织需要你。至于野草同志，任务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你安全撤离。一切听从组织决定。可这都是军统的人呐，要是开枪了，
你也活不了。这不是有您的吗？死不了。走吧，送我一程。去哪儿啊？到哪儿不知道。把手放下，不抱着。司机，快去找门副站长。秦茂清是共产党，快去，快点，快去！谁干的？就是这里一个女的。文站长，文站长。谁让你左转？不是让你去医院吗？警告你啊，手少发一点。侯小安，老师，秦墨清找到没有？你怎么知道秦墨清是共产党的？秦墨清是不是在大乔的庭审上放出了不利大乔的证据？我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我被他陷害了。是陷害还是合谋？你还怀疑我？小安，你说实话，昨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李少棠，你不要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现在是在检举他。昨天晚上，秦墨清约我去至诚巷2号。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从我身上搜出一张布条，是9548，那是我一个狱友的编号，就是那个人跟我一起从810逃出来的。他说他把那人找到了，叫我去见面。你见着人了？没有，什么人都没见到。我当时就在想，这肯定跟老师说的810的照片有关系。果不其然，9548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9548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想找到证人之后，再向站长汇报。但是之前，我跟李副站长汇报过这事儿。有这么回事儿？是，没错吧？这个秦墨清，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天天帮我治病，帮我恢复记忆，脚前脚后的跑，比他亲弟弟还亲。原来他就是想套我手里810的情报，好给共党传递消息。到现在情报套完了，把我榨干净了，没用了，反倒把共党的帽子扣我头上了。这个人太险恶了。把秦墨清给我抓回来！如果反抗，就地击毙！是。走。沈主任，这位是重庆站秦科长。那后面这些人，一起的，来接那2个犯人。
沈主任，李副站长吩咐过，现在所有人进出。哎，什么李副站长不李副站长的？是我官大还是他官大？喂。 喂，喂，那就快点让我进去。放心。 李副站长，保护站长催您去开会。沈主任，沈主任，沈主任，这2个就是李副站长要的犯人。 啊，是。开门。沈主任，这开门。哎。你们要干什么？要带我们去哪儿？放心，带你们去治疗。 哎呦，老魏啊，终于等到你来主持大局了，乱套了。我本来不想来，你们把大乔的事情处理得挺好的，怎么最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怎么也没想到秦墨清藏得这么深啊！哎，都怪我用人不察，这可不是用人不察的事儿。这要是惊动了上面，处理不好的话。 可就不是抓秦墨清一个人的事儿。魏站长，依您的意思，这事儿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说了不算，咱们得等上面的指令。好，那就等吧。来了。 喂，我是魏清明。局座。是。明白。是。你们这场戏演砸了。 经过法庭开业，现宣判如下：被告大乔海野身份查实为前日军情报处长官，正式地秘密检阅810进行人体实验和生化实验研究，这些包括中国、缅甸、美国等登边沿战区的维护士兵。 和无辜百姓受到非人罪难死亡，罪人最少。本庭认定其犯有美谋实行战争罪，有犯人盗罪，判处绞刑。宣判结束。
真是给你惹了麻烦。你说他这秦墨卿，他行了行了，你想想怎么跟老板解释吧。文副站长，站长，秦墨卿抓到了吗？欧小恩，你还好意思问我抓到没抓到？你不是昨天晚上就知道秦墨卿骗了你吗？为什么开庭前不跟我讲，非得等到他把照片放出来之后，你才说他是共党？我之前真不知道，老师，我是昨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看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儿，我才怀疑他是共党。欧小恩，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你根据老师的清白。带上我的人，去把秦墨卿给我抓回来。老文，你的意思呢？听到魏站长怎么说了吗？啊，这是咱们2个人最后的机会，带上人，赶快去。是。动作快点！报告！电话线被人抢了！什么？关门！关门！关门！快！秦墨卿，把枪放下，放了沈主任，你没有退路了。我死了还有沈主任当垫背的呢，你试试。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把你活捉回去，不用威胁我。你放屁啊，欧小安！我要是死了，你们重庆站一个也好不了。都把枪放下。欧小安，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秦墨卿，你别激动，你把沈主任放了，
我来换他大人质。好，好，好，好。秦大小姐，你放了我，我保证，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绝对保证。闭嘴！把枪放下。枪放下！把沈主任放了。行，正好咱们俩有账还没算完。沈主任，算你幸运，捡回一条狗命。往前走，回头我打死你。